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，古语有云，耳大有福，这是相术学中的一句名言。在实际生活中，我们若是遇到耳朵大的老板或同事，通常表明此人个性开朗、稳重，做他们的员工会非常的轻松和愉快。相反，若是耳朵很小又薄，则需多加注意，因为这表明这个老板很精明，气量小，可能较为苛刻和挑剔。那么，对于女人来说，耳相的不同特征也能反映出她们各自的命运。以下是10种耳相特征及其对应的命运。一般将耳朵分成3等分来观察，也就是上轮、中轮、下轮，古相学上称为天轮、人轮、地轮。而这3部分在相学上有着很有意思的表征意义。上轮代表精神面及知性面，所以上轮发达的女孩，其知敏感度高， IQ 也非常高。中轮代表行动力，所以中轮发达的女孩，精力充沛，态度积极，做事果决。下轮代表物质面低欲望，所以下轮发达的女孩，颇重物质享受，喜欢安逸的生活，所以较现实及务实。耳朵肉肉的女孩较有福气，在古相学是说食禄多、贵人多的耳相。耳朵贴脑的女孩，个性较为内敛，学习力、领悟力强，温柔、亲和力高，较识大体，少有突兀、怪异的举动。耳朵轮廓柔美，耳骨清晰，而肉包的匀称，而且耳骨不外翻，那是最佳的老婆人选。耳朵软软的女孩，感情丰富，为人厚道，但如果耳朵有点生硬，则相当有个性，翻起来时有些冷酷与绝情。耳高于眉的女孩，注重形而上的意识及精神面的感受，头脑好，能力高，却有孤傲不群的倾向。如果您不是学富五车、才高八斗，想以财富来打动她，那则可能大错特错。耳朵过低的女孩，较为现实，也多计较，崇尚物质生活。如果您是两袖清风、前途不看好的谦君子之人，那么您不会是他的偶像。耳朵肉多，耳骨不明显，会因多情而乱了原则的女孩，情令智昏是其缺点。耳骨外翻的女孩，过于本位主义，胆子大，特异孤行，蛮有表现欲的。耳朵的中轮骨外翻，看起来比上轮还大的女孩，个性强悍，胆子大，叛逆性强，不在乎别人异样的眼光。如果您是乖乖男，具有3从4德的节操，那他会是您的最佳伴侣。上轮尖尖而不是圆圆的尖耳多骨女孩，敏锐度极高，疑心病重，有时候会有过头的极端，也常会患得患失，对感情尤其看不开，常会有灰色的思维，也常会以负面的角度去看待人际关系。同时，无数的相学家还发现，修行的人耳朵会发生变化，这种变化表现在2个方面，一种是耳朵会越来越高，因为修行人修行的目的就是为了开智慧，修行的功夫越深，人就越来越聪明，耳朵也会越长越高。第2种是修行的人耳垂会变得越来越大，耳垂越大的人越有福气，而且很长寿。耳垂的部位一般代表人60岁以后的运气。一个人耳垂又大又长又饱满，60岁以后就会有相当好的运气。如果我们发现自己的耳朵长得不是很好的话，要想改运，那就要不断地去修行，如此就能慢慢地增加我们的福气，特别是获得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。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积德行善，增加自己的福报。第6种牙齿6种命，穷人富人张嘴对比一下就知道。牙齐齿白，相学中讲到，如果一个人的牙齿非常整齐并且洁白，那么这样的人气色都很不错，特别是在人际交往方面表现得非常突出，懂得人情世故，情商很高。
当然，这样的人运势也会相当不错，命中也会有贵人相助，在工作中也能够得到提拔与赏识，升职加薪的速度也会非常的快，也能够有非常不错的个人发展。所以一般这样的人福气非常的大，收入也会不错。2. 牙黄有垢，相对的，相学中也提到，如果一个人的牙齿看起来有点暗黄，甚至带有牙垢，那么很明显，这样的人日常生活的自控能力比较差，在事业与工作中也会经历比较多的挫折与困难，运势不佳，赚不了什么大钱。只有多出苦力受累，才有机会获得一定的成功。尤其是牙齿长得非常的黑的人，对身体健康也不利，还得为子女操劳。3. 牙齿密集，相学中讲到，如果一个人的牙齿长得密集且错落有致，那么这样的人首先肾气十足，十分健康，其次做事十分有自己的主见，能够很好的帮助自己获得更好的发展。最后这样子的面相拥有着很好的运势，日后必定谋得一官半职，或是福禄双全，大富大贵，能够保证日后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。4. 牙齿稀疏，相对的，相学中也提到，如果一个人的牙齿长得稀疏，缝隙很大，那么这样的人不易守财，面相不佳，生活中多半是比较贫穷，并且还大手大脚，所以经常会缺钱花，当遇到真正用钱的时候，必定是雪上加霜。5. 门牙较大，门牙在相学中属于我们的财门，若是一个人的门牙长得比较大，则这样的人个人的精力体力比较充沛，做事有精气神，拥有非常不错的人际交往能力，个人的感情运势发展也会非常的不错。所以一般这样的人不但能够聚财，也能够存钱，自然会拥有非常不错的成功几率。而且门牙大的人性格非常的开朗，就算是遇到苦难，也能够保持乐观的心态。6. 小齿而密，在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的牙齿长得小而密集，则这样的人多半非常的有耐心，而且心智发育也会非常的不错，做事也会有判断思考能力，一生也会拥有不错的发财机会。但是牙齿短不到半公分，而且又有很多蛀牙的人，代表他的消化能力也较弱，身体不够好，也影响到思考力，则他们智力和体力都嫌不够，所以一生当中与福、禄、寿的缘分也几乎都不足。第3，千金角，富贵命，快看你有没有这种角相。子有云：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人生在世，为的就是能够成为一个顶天立地之人，而立地指的就是双脚好好站立的意思。所以在相学中，双脚在一定意义上也能代表一个人的财富和运势。你是否好奇你的脚会是所谓的千金脚吗？今天我最后来给大家分享下哪几种脚相的人富贵好命吧。1. 大脚趾最长。一个人的脚要想代表富贵，首先脚趾就应该有长有短，并且形状端正。如果大脚趾明显最长的话，这类人大多性格稳重，做事有规划，踏实肯干，有着绝佳的财运。同时，由于他们都能靠自己的努力打拼家业，所以通常能积累不小的家财，从而在年老时会享有后福。2. 二脚趾最长。二脚趾最长的脚型也被称作希腊脚，有这样脚型的人极易出俊男美女，因为他们大多四肢修长，骨骼明显，身形漂亮。同时，这类人生来就吉人自有天相，一生顺利，无忧无虑。他们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之命，但好在平日工作稳定，一生会有不错的经济来源，可衣食无忧。3. 脚底凹陷。相学中有句话：脚下荣龟，腹甲一方，意思是脚底有凹陷，并且凹陷的程度能够容纳一只乌龟大小的话，这样的人不论男女，身体都十分健康，精力旺盛，同时他们的财运也旺，生活富足，一生安逸享受，往往都是非富即贵之人。
特别是女性脚底深陷的话，还会有不错的姻缘，通常能够嫁个富贵老公。4. 脚底有纹，和手纹不同，脚底有纹是吉象，所以足部纹路多最好。一个人的脚下有十字纹、龟纹、人形纹，或是有很多直纹的话，就是所谓的贵人脚。一般有这些脚相的人都有不错的运势和机遇，还能时常得到贵人的帮助。相反，脚底少纹甚至无纹的人，一般运势不佳，物质条件不够好，所以一生比较劳苦奔波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。我们下期再见。